各位久等了，传奇版的假面骑士第2款终于是来了。这次出的是超高人气的假面骑士帝骑，价格依旧是149，而且是带武器的。可以看到包装盒上面的炮制图是一张比一张帅，看两眼就忍不住想要开箱了。所以本款呢是需要你自行去拼装的，工作量不是很大，可以看到有6包流道零件、3小包成品零件、地台以及说明书和图鉴卡片。哇塞，这镭射的卡片有点帅呀！零件除了靠分件分色之外呢，可以看到不少的零件还给到了预涂装分色，小细节给到了隐隐印刷还原，水口依旧是按压式的设计，所以在拼装的过程中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，分色都有给到，所以说也不需要补色贴纸。我全部拼完也就是用了1个多小时而已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。好多人到了现在还习惯性称传奇版为积木人，你看这个地基输出完之后的效果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品了，所以我一直坚持认为传奇版就是拼装模型，特别是这次关键的切割很惊艳，它的重量为72克。细节方面可以看到，这每一个条形码呢都是用单独的分件还原的，复印在绿色的透明件后面涂了一层银色锃亮，所以没有给灯效果依旧是挺亮堂，细节还原的程度也还好。侧面耳朵的银色是通过镂空分件来实现的，和底下大块的银色是同一个预涂装零件。主体上半身大体是一个不对称的设计，而肩胛其实是对称的，不过分色不一样。而这些细条状的分色呢，全都是用于涂装来还原的，这样的话一体性更好。如果是分件分色的话，那可能会有缝隙，不好看。胳膊的造型就比较简单了，内白外黑，中间2道条形码造型的分件，大臂侧面也有一块凸起的品红装甲。这次整个手部都是纯黑色的嘛，所以说手背甲和手型是同一个分件，造型细节都有给还原出来，而且还挺软的。腰带可以看到有还原出来剧中的变形效果，插进去卡牌之后也能够通过透明件看到牌背上的图案。上面的小图案分色比较多，都是靠一印来还原的。9个其他平整假面骑士的标志印刷的挺清楚。腰的左侧还挂着一个卡盒，看过帝骑的都知道嘛，它的2把武器呢都是通过这个卡盒变形而成的。上面的分色有的是预涂装，有的是一印。顶上的这一小块绿色尖是给到一个透明件还原，而且这个卡盒还还原了剧中可以打开取卡的功能，小细节和卡槽都有开模出来。比起究极控我这次腰带的变化很大，可以看到这次不再是拼装的了，而是一体的软胶零件。帝骑有个能力是可以除了腰带之外都变成其他假面骑士的样子嘛，改成了这样的设计，以后出新的传奇版假面骑士就可以换上帝骑的腰带，以还原这一设定了。腿部的设计也比较简单，内白外品红，被2道条形码样式的装甲隔开，所以说胸前之外的地方分色并不复杂，也就是胳膊肘和膝盖装甲，个头小所以是涂装分色，其他地方几乎是分件分色了，和涂装比几乎没什么色差。脚部是纯黑色的，脚底板的条形码细节呢也有给还原出来。合动方面低头很小，抬头还可以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胳膊的平台90度，大风车没问题，大臂根可以平转，胳膊的曲度幅度是90度，肩膀可以大幅度的歪拉，手腕关节露出的少，所以说可动幅度很小。胸部的前倾后仰幅度意外的挺不错，而且不会穿帮，转动的话没问题。胯部有下拉关节，车体能够达到90度，前后踢都能够超过80度，大腿根可以平转，屈膝的话100度。脚腕的接地性不错，脚筋也有可动，和之前的传奇版一样，小部的成品关节素质还是蛮不错的，很紧实。配件方面有一对握拳手，一对五指大张开手，以及3只不同的握持卡片的手型。无实物表演说不明白，那我们再把卡片给拿出来。除了插进腰带的变身卡之外呢，还有5张技能卡，正方面的图案印刷都是能够看清楚的，而且够厚，不担心变形，所以分别是取卡的手、亮卡的手以及一只插卡的手，所以说都是右手。而武器的剑和枪模式呢，需要替换键来实现，需要用到的就是卡盒的正反面壳子。如果您像和我一样替换丝滑，建议对这5个连接装的顶部进行1/4左右的切除，这样的话拆盒装一共用不了几秒钟。由于连接装设计在了这一个替换的壳子上，所以3个形态都是可以挂在腰带上的。在剑模式下可以看到剑刃部分是涂装，中间部分有把摩擦质感的细节给还原出来。枪模式的话就比较小巧了，毕竟就是对卡盒的简单展开嘛。最后就是传奇版的通用支架地台了，这支架上面可以收纳6个替换手型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传奇版第2款假面骑士帝骑的情况了。正如大家所见，比起第1款的进步不小，而且呢没有涨价。其实有这么多，希望出的频率能够快一些。